波兰立陶宛联盟打算复兴，莫斯科时代已经过时，这种情况恐怕连华盛顿都忍不了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最近呢，由于这个白俄罗斯还有西方这两者关系紧张，再加上呢俄罗斯跟乌克兰在边境呢展开了军事对峙，可能就有人感觉到俄罗斯的力量是被围攻了。那么俄罗斯一被围攻，自己就该有所作为了。其中一个国家呢是前几个月曾经警告俄罗斯，要求俄罗斯放弃克里米亚，否则就要制裁俄罗斯的这么一个国家。这个国家就是最近大名鼎鼎的立陶宛。还有呢，波兰最近也有人忍不住了，有人写篇文章说莫斯科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华沙时代就要到来。理由是波兰呢反正已经被卷入了全球冲突，而美国呢影响力正在减弱，东方中国正在崛起，俄罗斯重要性还在丧失，所以未来舞台上俄罗斯会先出局，剩下的是中美之间的较量。那么在中美之间，欧洲还应该出现一个新的强者。而作者认为呢，通过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的局势应该能判断，他说普京、卢卡申科已经没有能力左右局势了，所以现在是波兰重新崛起的时代到了。那么这位作者就提议将莫斯科的力量从白俄罗斯、乌克兰整个的全挤出去。俄罗斯是很软弱的，肯定无法抗拒波兰的压力，在扼杀俄罗斯之后，就应该能够解放乌克兰，解放白俄罗斯，把这些人呢都纳入波兰领土，而波兰呢有能力让这些人生活的比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更好。那么控制完这些领土之后，下一步还要继续恢复伟大的波兰立陶宛联盟，逐步把波罗的海国家全体纳入，这样波兰立陶宛联盟就成了欧洲的武林盟主。要说这个波兰立陶宛联盟呢，历史上有过，而且确实很牛过。1683年9月11日还暴揍了土耳其，救了维也纳，所以911这个日子让本拉登一直忘不了。那么这个波兰作者的伟大梦想貌似还不是没有历史基础。不过呢，这个波兰人还是没有好好的想想现在的世界格局，这个世界还允许出现一个新的强大的波兰立陶宛同盟吗？俄罗斯常规力量虽然说是显得落后了，但是那也是跟中国和美国比，压制波兰的本事还是有的。就算俄罗斯真的不行了，法国、德国在干什么？他们会眼睁睁看着波兰成为新的欧洲盟主，自己变成欧洲二流国家吗？欧洲历史上那么多场争霸的仇杀呀，谁跟谁之间没有点仇？所以别看现在德国、法国可以帮你对抗俄罗斯，但是人家不可能帮你波兰取代莫斯科变成新的庞然大物。上次波兰干扰北溪2号管道施工，就差点导致俄罗斯和德国两支军队再次联手。至于美国，只会希望俄罗斯被削弱，而不可能让俄罗斯垮掉。一个比较强大的俄罗斯不断的威胁欧洲，有了这个威胁，欧洲才会老老实实把自己绑在美国战车上。那么如果华沙想取代莫斯科可以，那么欧洲公敌这个地位也必须一起继承了。到时候就是西欧跟东欧对峙，你说美国会帮哪头？不容忍欧洲出现一个强大国家，也不容忍欧洲成为一个强大联盟，这其实就是英国和美国一贯的原则，离岸制衡嘛。欧洲历史学家和战略学家们都明白这一点，但是大部分人无法抗拒自己的命运。所以有些聪明的人知道去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，避免被美国绑架，也有人知道欧元和人民币才是对抗美元的真实盟友。但是呢，大部分欧洲人还做不到那么聪明，放不下和俄罗斯的历史恩怨，甘心去当美国的马前卒。至于说有的波兰人还想成为新的欧洲盟主，去挑战几个核大国的战略利益，那么这位作者只能说是书看得太少，酒喝得太多。好，为什么波兰这样的国家这个时候突然竖起了复兴的大旗？今天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